今天和大伙聊一个纯爱故事。故事中男主刚放学回家，结果就看到喜欢的女孩光着屁股从旅馆房间里走出来。好故事正品看，这次想聊的故事叫与你交换。我们男主是某所中学里的学生，他对班上一个叫贞子的妹子十分在意。那妹子长相清秀，但个性有点孤僻，在班上也没几个朋友，可他就对这妹子莫名的在意，因为他感觉自己跟这妹子之间好像有根神秘的红线相连。每当这妹子出现在他附近时，他总能及时察觉到，而且更关键的是，他发现这妹子身上似乎藏了什么秘密。昨天有家旅馆突发火灾，他刚好路过附近，当时消防员正在商量怎么营救被困在旅馆房间里的客人，却突然发现那客人已经缩在了路边，表示自己刚刚还在房间里的，不知为何一瞬间就出现在了马路上。消防员以为是误判，没把这事放心上，可男主却发现在那客人原本所在的房间里出现一个人影，那正是贞子，而且还是下半身光着的状态。然而下一瞬贞子就变成乌鸦飞走了。男主也是把这事告诉了别人，不过其余人根本就不信，他有点气不过，就去找贞子当面对质。贞子一开始没啥反应，可随后却好像注意到了什么，对男主说今天千万别骑自行车，要不然会死的。男主没听懂这话的意思，还是骑车回去了。即便在路上，他还在思索这话的含义。可他突然发现这车子刹车坏了，好巧不巧他正在下坡路上，旁边还有辆大卡车正要开过来。正当他以为自己死定了的时候，下一瞬他就出现在远方的路边，身上的裤子也不见了，脚边还多出了一条裙子，而贞子在一旁慢慢走过来，身上也少一条裙子。男主很奇怪，想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贞子本来不打算回答，想直接离开，却被男主拦住。没办法，贞子只能跟他慢慢解释，那是他的超能力，他能和别人交换位置。刚刚他就是用这个能力救下男主，在之前的火灾中他也是用这个能力救下困在房间里的客人，随后也跟旁边垃圾场里的乌鸦交换了位置，离开了现场。只是在交换时会在原地随机留下几件东西，所以他的裙子和男主的裤子都会留下。男主很好奇贞子为何会有这种能力呢？贞子的回答很冷淡，她是被某个神秘机关后天改造的，后来好不容易才从那里逃了出来，而在那里他还被动了手术扼杀内心的情感，只是那手术不完全，他内心还残留了一部分，所以还有逃离的想法。正说着，贞子心中又闪过了一个画面，那是摩天轮爆炸的场景，这也是他的能力之一，可以略微预知到部分未来。他也通过这个能力才预判到男主会出事。看贞子想去救那些人，男主有些不解，这样也会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的。可贞子就是这样的个性，他无法做到见死不救。男主有点佩服他的善良，也打算一块帮忙。男主带着贞子前去了摩天轮那里，可现在的员工根本不相信炸弹之类的事。只在两人离开后，有个员工听到炸弹这词，倒想起了一个人，那之前被开除的正式员工，那人就是因为持有爆裂物才被开除的，该不会是那人对此怀恨在心才来报复的吧？他们想了想，决定还是先报警看看。另一边，男主和贞子依旧想拯救上面的人，刚好看到有鸟飞到附近，贞子便交换了位置过去，那上面果然有炸弹，只是时间只剩1分多钟，来不及疏散上面的人。贞子想带着炸弹移动到其他开阔地带去，可就在这时，贞子预知到自己的结局，如果拆掉炸弹的话，他就会死。贞子也陷入了犹豫，只是看到那些游客们的笑脸，他还是没办法置之不理。瞄准远处的鸟儿，再次发动能力，这回却没注意到高度，从空中摔了下来，脚骨折了，疼得站不起来。更悲催的是，他的衣服和眼镜还被留在了原地，而他只能跟看得见的东西交换，失去了眼镜看不清目标，能力就失效了，而炸弹上时间也只剩下几秒钟。这下他知道自己究竟会怎么死了。没想到男主却飞奔了过来，他将自己的眼镜给了贞子，他知道贞子能转移的只有一个人，自己过来恐怕会被炸死，但他还是希望贞子能活下去，毕竟男主也不想见死不救啊，他可是一直喜欢贞子的，而且他也想赌一赌运气。随后炸弹爆炸了，贞子总算趁着最后的机会转移了出去，然而周围却没看到男主的身影。正当他以为和男主生死相隔的时候，树下就传来了男主的声音。果然没错，既然能带着炸弹转移，那运气好的话应该也是能带人走的。看着平安无事的男主，贞子是泣不成声，残存的感情在这一刻全爆发出来。自那之后，男主跟贞子的关系就拉近了很多，每天中午男主都会找贞子一起吃饭。虽然贞子的感情依旧很淡漠，但男主相信自己迟早能找回贞子的心。故事到这里就迎来了尾声，也非常感谢大家能看完。其实这期视频有甲方的，他们特地和我说一定要把广告放在片尾，即便放中间看的人会更多，他们说千万不要影响观众们的观看体验，尊重观众就是尊重自己。这样厚道甲方现在是真不常见了，所以也请小伙伴们给我点时间听我介绍一下大家的产品，顺便也支持一下我的完播率。今天这个文明人体工学手机枕，如果你刷手机很长时间，但肩颈脖子腰全都舒舒服服，沾床就睡，睡得特别安稳，睡醒之后神清气爽，那就千万别浪费钱。但如果你和阿正我一样躺着刷手机，没10分
分钟就手累胳膊酸，趴着刷手机胳膊麻脖子酸，没一会儿就想翻身，睡觉睡得不安稳，醒来头昏脑胀。那这个温眠人体工学手机枕，我真心建议你试试。恰了饭猛夸产品好，应该有很多小伙伴们都不会相信，所以温眠他家提供了33天免费试睡服务，不好用不实用随便退。枕头这个东西就是要自己试了才知道。我拿到这个手机枕的时候，发现它竟然可以趴着刷手机，脖子往上面一靠，完美贴合，而且胳膊也不用撑着，很省劲，再不用担心时间长了脖子酸胳膊麻。除了趴着还能这么躺着靠着，而且头往前一伸就可以牵引颈椎，缓解一天的颈椎压力，用起来真的很爽。不过你以为它只能用来玩手机吗？别被它的名字手机枕给迷惑了。手机玩累玩困了，这么呲溜一滑，秒变助眠枕。不能说分分钟入睡，但确实入睡快，而且睡得香，睡醒神清气爽。它为啥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？这是他们设计师花了7、8个月根据咱人体结构来精心设计的，再加上材料用的高端，60D 太空记忆棉软硬适宜，所以用它趴着靠着躺着玩手机都能让我们肩颈脖子腰舒舒服服。还有用它不管仰睡侧睡都相当舒服。各位小伙伴要是玩手机肩颈脖子腰酸痛难受，也老睡不好，就给自己一个机会试试呗。东西也不算贵，评论区领优惠券，经典款279，而且包用2年以上，2年内用它了可以免费换个新的。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评论区领个券，抓紧冲啊！